一个男人拿着板砖，气势汹汹地骂道：“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天天在这鬼哭狼嚎的，要是不赶紧滚，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！”本以为自己可以唬住这群小子，可他们依旧又弹又唱，压根就不理会。这可把男人气炸了，用力将砖头拍碎在地上。都已经动真格了，这下该镇住了吧？谁料不仅没镇住，反而把人给惹火了。只见一团2毛钱特效的火突然窜到了主唱的头发上，瞬间就将他给吞没了。一旁的人都想上前救火，奈何火势蔓延太快，没一会就将人给烧死了。15分钟后，现场就拉满了警戒线，特案组陈队带人赶了过来。法医已经完成初步尸检，死者已被烧得面目全非。由于衣服是化纤材质的，很容易着火，所以上半身基本都被烧焦了。下半身穿的是牛仔裤，属于不容易着火的纯棉材质，因而下半身还算完好。现场勘查只发现了一枚打火机。回到警局，小区的物业经理被请来问话。据他介绍，这4个年轻人已经在小区唱了2个月了，每天晚上7点开始，9点结束，很多业主都被吵得受不了。出事的时候，乐队其中2人拔腿就跑了，还有一个被物业留了下来。随即留下来的小伙被带到警局，这哥们显然受到了不小惊吓。陈队让他不要害怕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据他叙述，死者叫崔鹏，是乐队主唱。他们之所以在小区唱歌，是想让一位酒吧老板认可他们。几人都是从外地来的，要想在这里站住脚，就得找个后台。他们看上了水晶酒吧，得知老板就住在这个小区，所以每天在小区唱歌，希望能得到老板的认可。了解完基本情况，陈队来到解剖室，法医已经完成尸检。死者的头部、颈部、胸部以及手部的表皮全部烧伤，头发盖住的地方烧得最严重，推测是头发先着火，死者用手去拍，结果引燃了化纤质地的衣服，造成了上半身也被烧伤。崔鹏穿的衣服，特别是上衣，已全部碳化，化纤物质在燃烧中产生的有毒气体，造成了他窒息。可火是哪里来的呢？现场的目击者都说没看到有人点火，总不可能是灵异事件吧？警花小苗提出了一种意见：人体自燃现象的案例在国际上是有过先例的。据我所知，外国媒体对人体中的有机磷自燃、人体细菌自燃及人体蜡化自燃等都曾有过报道。可以说，在一定的温度、湿度及自身体质达到某种条件的情况下，人就有可能会产生自燃。难道说崔鹏是自燃的？陈队听完后，立即让他去查一下案发当晚的天气情况，以及崔鹏本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疾病。可经过查询发现，案发当晚天气并无异常，崔鹏的身体也很健康。这就奇了怪了，火究竟是从哪来的呢？另一边，段鹏将水晶酒吧老板请了过来，从他口中得知，这几个人曾在他酒吧唱过1年，但几人不务正业，老想着参加什么比赛，然后一炮而红，可惜名次没得到，酒吧的工作也耽误了，老板就把他们给开除了。不过老板对几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，他们都很勤奋努力，没有一个学坏的。小苗问老板，几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？老板想了想说，临走的时候，崔鹏和乐队里的贺冲打了一架，听说是为了一个女人，崔鹏挖了贺冲的墙角，如此看来，贺冲是有作案动机的。紧接着，陈队等人再次来到案发现场，小苗发现一旁的垃圾桶有被烧过的痕迹。物业经理说，最近这个垃圾桶莫名其妙的着过3次，一次是在下午，2次是在晚上，也不知道怎么就着火了，监控里也没拍到有人点火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正说着的时候，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，问陈队是不是在找绿线。什么？你说找什么？找绿线。你刚才跟叔叔说的什么绿线呀？就从天上掉下来的绿线，是天线宝宝互相送信上的绿线呀。陈队以为小女孩是在跟他闹着玩，也就没太在意。随后，小区的监控录像被送了过来，从监控中可以看到，案发的时候只有2个人与死者有过接触，一个是乐队的贺冲，另一个是拿板砖的男人。物业经理说，那是小区的业主老张。从监控视频来看，只有这2个人有作案条件。这时小光走了进来，现场的打火机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正是老张的。他有过前科，曾因打架伤人坐过5年牢，这进一步加大了老张的嫌疑。第二天，
老张被叫来警局，他说媳妇在坐月子需要清静，跟那几个混小子理论过好几次了，都没有任何用。当天心一急，就想拿着板砖过去把乐器都给砸了。至于那枚打火机，他也坦然承认是自己的，是他买烟的时候店员送给他的。他还纳闷怎么找不着了。当意识到警方在怀疑他时，他赶紧解释道，自己虽然很讨厌那几个小子，但还不至于杀人。再说了，一个打火机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接着贺冲也被叫到了警局，这小伙子倒是挺释然的。对于崔鹏挖了他墙角这事，他说早就过去了，这事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。陈队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，将案发时的录像放给他看。当时贺冲就站在崔鹏的背后，但由于天色太黑，录像里看不清他具体在做什么。陈队质问道，你当时在他背后干什么？贺冲赶紧解释道，当时有个男人拿板砖来找茬，他气不过，想和对方理论，是崔鹏把他拉到身后拦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耳朵像被电击了一下，突然特别疼，所以他就顺势躲开了。谁知崔鹏的头发疼一下就着火了。法医随即检查了贺冲的耳朵，发现上面有个黑色斑点，很像是被电击灼烧的痕迹。法医猜测，这很可能是激光造成的。难道说是激光点燃了死者的头发？为了验证这个猜测，陈队再次回到案发现场。他想起那个小女孩说的绿线，于是特意找到她。哎，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天线宝宝发信用的绿线。宁宁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绿线的？在那儿。这里天天都有吗？前天晚上就没有了。前天晚上不正是案发当晚吗？接着陈队又来到那个垃圾桶旁，仔细测量了几个被烧的地方，发现都是很规则的圆形烧灼点。结合当前的线索，这十有八九是激光烧的。看来法医的猜测没错。回到局里，警方立即排查了案发小区和激光有关的人员，最终锁定了一个名叫钟维廉的研究员。陈队和小苗随即上门了解情况，开门的正是钟维廉。陈队故意耍了个小心眼，将警官证地给他查看，借此收集他的指纹。进到屋里，陈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也只是看了看窗户，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现在嫌疑人的指纹有了，那么他是否具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呢？在小区走访一圈后，陈队立即回局里召开了案情分析会。从楼栋的位置来看，钟维廉家与案发地点间隔了一栋楼，所以他如果想在家用激光杀人，根本无法实施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作案条件。陈队倒是相信他有作案动机。刚去他家了解到，他家里有一个中风的老父亲，还有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。应该说，乐队产生的噪音对他家的干扰是非常大的。可即便他有作案动机，那他的作案地点会在哪呢？为了获取更多线索，警方来到钟维廉工作的激光研究院，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激光器。这个激光器射出的光束聚焦之后，可以在 0.1毫米的光斑上聚集2000瓦的功率。如果用它引燃可燃物，比如一张纸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只要把它对准纸就可以。随后工作人员就向警方做了展示，激光照在纸上，几秒钟就烧出了一个洞。小苗拿出放大镜对激光器进行勘察，发现上面有一些特殊的痕迹，看起来像是用胶带粘过。陈队问工作人员，这台激光器有没有被人带出去过？对方表示不可能，研究所对仪器和设备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。可仔细想了想，他又说，前2周这一层在粉刷墙壁，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临时放到了楼下仓库里，昨天才搬回来。而且仓库的钥匙钟维廉也有一把，这也就意味着钟维廉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激光器带回家，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他的嫌疑。为了查明真相，陈队再次来到钟维廉家调查。在门口的时候，钟维廉特意叮嘱陈队他们轻一点，老父亲受不得惊扰。在屋里观察1周后，小苗发现这里连案发地点都看不到，但陈队看向窗外时，却发现对面楼栋有一户人家挂着一面镜子。随后两人来到那户人家里，房主大姐告诉警方，这面镜子挂了好多年了，听说可以用来辟邪。从大姐家里出来后，陈队他们又在另一栋楼找到一面镜子，这可是个重大发现。钟维廉家是在20号楼的6层，王姐家是在23号的4层，
这是7号的2层，它们正好形成一束光的折射点。王姐家的镜子是不动的，这个镜子却挂在公用走廊的窗台外边，平时也应该没有人注意。但如果为了找准光的折射路径的话，这个镜子应该是可以调的。走，看看去。果不其然，镜子上布满了指纹，很可能就是凶手调角度的时候留下的。回到局里，小光立即对指纹进行了比对，果然就是钟维廉的。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钟维廉具有重大嫌疑。他不但有作案动机，还有作案时间。研究所装修2周，他完全有机会把激光器搬回家，然后利用光折射原理实施作案。现在推断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就该找直接证据了。陈队带人回到案发小区排查镜子的情况，却发现案发地点附近有很多户人家在阳台挂了镜子，这一下子给警方添加了难度。如果一块镜子一块镜子的去测试，不仅工作量巨大，还很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，让他提前给逃跑了。小苗倒是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找物业拿一张小区的地图，然后标出所有镜子的位置，利用电脑技术进行测试。回到局里，小光立即着手工作，但在电脑里无数次模拟后，还是无法让激光折射到案发地点。最终得出一个结论，如果镜子都在楼上的话，激光无法准确射到死者头发上，这中间还需要路面上的一个点。于是众人再次返回案发小区，寻找那个路面的点，最后发现竟是一块凸面镜。现在所有镜子的点都确定好了，警方立刻展开实体测试，通过多次角度调整，激光最终准确无误地射在了死者头发上。掌握了这一重要线索，钟维廉被批捕了。面对审讯，他丝毫不慌，坚称自己不知道警方在说什么。陈队也不想和他多废话，直接将电脑模拟动画放给他看。激光的光源从这个窗口射出，到斜对面4楼阳台上的镜子上，再从镜子反射到对面这栋楼的2层公共楼道窗台外的镜子上，再从这里折射到小区路口交通凸面镜上，最后到达了小区的广场，也就是我想唱乐队主唱经常站立的位置。你利用镜子折射的原理，把激光准确地折射到位，你花了不少心思吧？我告诉你，公共楼道上的那面镜子，我们在正面和反面都发现了你的指纹，你怎么解释？面对这些证据，钟维廉依旧死鸭子嘴硬，说这一切不过是警方的想象。再说了，案发的时候他就在现场，怎么可能启动激光器杀人呢？这话让陈队非常的震惊，他赶紧来到物证室，查看了案发时的监控，结果发现钟维廉还真的在现场。那谁来启动激光器呢？难道说他还有同伙？陈队让小光将画面放大，发现钟维廉手里握着一个手机，他吩咐唐辉赶紧去查一下通话记录，看看钟维廉呢会给谁打过电话。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，钟维廉呢会只给他妻子打了电话，当时他妻子就在家里，但电话却是未接听状态，这让陈队感到很奇怪。他妻子明明就在家，为什么不直接打座机，而要打手机呢？这时陈队想起激光器上的胶带痕迹，他立马联想到钟维廉很可能是将他妻子的手机绑在激光器上，然后他在现场拨打电话，通过手机的震动遥控启动激光器，这样既能杀人于无形，又能给自己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有了这个线索，陈队再次提审钟维廉，替他说出了整个作案过程。由于乐队几人都喜欢抹发胶，发胶里含有酒精等易燃物质，所以钟维廉可以轻易用激光点燃死者的头发。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，这个聪明的高智商罪犯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。他们太影响我的家人了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钟维廉，作为博士、研究员，你的确很聪明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这么做被发现以后，给你的父亲、妻子、女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父亲、妻子、女儿。最终因故意杀人罪，钟维廉被判处死刑。这个故事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千万不要扰民，不能因为个人的私欲而影响左邻右舍的生活。但是我有点好奇的是，
钟伟连这么聪明的人，连激光杀人都能想得到，他怎么就没想到把镜子毁掉呢？最起码也得把指纹擦掉吧？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？